它是二戰結束後日本噸位最大、戰力最強的戰艦，2.7萬噸的排水量，30節的航速，248米的甲板長度，還能輕鬆搭載 F-35B 起降。哪怕是不懂軍事的人，也能一眼看出這分明就是航母。然而，日本海上自衛队卻堅稱這只是驅逐艦。為了圓這個謊，他們甚至還特意讓這艘巨艦與2艘普通驅逐艦並排航行，試圖在視覺上告訴你，你看，這就是驅逐艦吧。聽到這個解釋，火力軍真是有種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覺。這還是2025年嗎？怎麼指鹿為馬的故事還在上演呢？難道這背後還藏着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 F-35B 真的能在它上面起降嗎？日本到底突破和平憲法的紅線了嗎？今天就讓我們循着歷史脈絡與細節，跟着火力軍一起走進出云級的世界，揭開這艘備受爭議艦艇的真實面貌。想要理解出云級的設計意圖，我們得到日本海自的發展史裡去找答案。這個故事還要從一段的緊箍咒開始說起。1945年9月，隨着重光葵代表天皇簽下日本投降書，日本海軍正式解散。隨之而來的和平憲法第9條就像是一座五指山，死死地壓住了日本想要發展武器的念頭。其中最核心的一條紅線就是日本不能擁有航空母艦。上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還信誓旦旦地對着全世界發誓，我們絕不搞航母，態度誠懇地讓全世界都感動。但實際上呢，日本海自的心裡那個名為航母夢的小火苗從來就沒有熄滅過。這就好比一個被醫生禁糖的病人，嘴上說着我不吃糖，但這手卻一直在往糖罐子裡伸，只不過动作比較隱蔽罷了。最開始，日本海自只是搞出了真名級和百根級，其實說白了，就是在驅逐艦的屁股後面強行塞進了一個能停3架直升機的機庫，說這叫搭載直升機的驅逐艦，聽起來還挺合理，對吧？到了21世紀初，日本海自覺得時機成熟了，於是他們又搞出了日相級。這時候畫風就開始不對勁了。這通常的平直甲板，這幼稚的艦島，哪怕是一個外行人看眼這造型都知道這是航母，但日本海自依然两手一攤，堅稱這是為了方便多停幾架直升機去救災用的，他還是護衛艦。有了日相級探路，日本海自發現國際社會雖然有質疑，但也沒人真跳出來掀桌子。這時候日本海自的膽子就徹底肥了，於是代號 22DDH 的出云级項目悄然上馬。這一次設計師們接到的需求非常奇怪，軍方告訴設計師，這艘船名義上是用來反潛的，所以你們要給它設計足夠大的機庫，還要有聲納，但與此同時，這艘船上不能有任何像樣的進攻武器。這就很反常了，大家都知道反潛驅逐艦那得是衝在第一線抓潛艇的，怎麼能不帶刀呢？看看之前的日相級，好歹還裝了16單元的 MK41 垂直發射系統，還能發射導彈和魚雷，這才是正經幹活的樣子。可到了噸位更大更先進的出云级這裡， MK41 垂發拆了，魚雷管扔了，反艦導彈想都別想。整艘船上除了2座用來打近距離飛彈的海拉姆和2座用來最後保命的密集戰近防炮，簡直乾淨的像張白紙。這就好比一個全副武裝的特種兵突然把身上的槍支彈藥全扔了，只留了一把水果刀，然後告訴你他要去前線衝鋒陷陣，你信嗎？唯一的解釋就是這艘船的設計初衷根本就不是為了讓他自己去衝鋒，它腾出寶貴的甲板和機庫空間，是為了以後能裝進一種更厲害更致命的武器，一種能改變海戰規則的武器，而這種武器絕对不是反潛直升機。如果說去武裝化的設計只是讓世界產生了懷疑，那麼出云级的設計細節簡直就是把我是航母這4個字刻在了腦門上。我們先看出云級的個頭，滿載排水量 2.7 万噸，這是什麼概念？當年的英國皇家海軍靠着2萬噸出頭的无敵級航母就敢遠征馬島，把阿根廷打得沒脾氣。二戰時把美軍折腾得夠嗆的飛龙號航母滿載排水量也不過2萬噸出頭。換句話說，就是日本造了一艘比正經輕型航母還要大的驅逐艦，這要是放在拳擊台上，簡直就像是讓泰森去打羽量級比賽，完全是降维打擊。再看出云级的内部，为了驱动这个庞然大物，日本給它裝了4台通用的 LM2500燃氣輪機，最高航速能飆到30節。要知道，對於反潛作戰來說，直升機飛得快就行了，母艦跑這麼快幹什麼？唯一的理由就是它需要高航速來制造甲板風，這是固定翼艦載機起飛的必要條件。只有風夠大，飛機才能在短距離內獲得足夠的升力。如果是直升機，哪怕船停在原地不動，它也能旱地拔蔥，根本不需要母艦跑出30節的高速。但這還不是最露骨的，最露骨的是出雲級的升降機設計。出
出雲級有2台升降機，一台在前部位於艦島前方，是舷內升降機，另一台在後部位於艦島後方，是舷外升降機。這時候肯定有人會問，升降機不就是個電梯嗎？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如果是給直升機用的，確實沒什麼，但問題就出在這個尺寸上。我們以前部的這台升降機為例，它的長度約13米，寬度約20米。如果是用來運日本海自標配的 SH-60K 反潛直升機，這直升機折疊完旋翼，長度也就3米多，寬度更是只有12米左右。用這麼巨大的升降機運直升機，這就好比開着一輛大巴車，只為了送一個人去上班。這不僅僅是浪費，這簡直是奢侈到了極點。但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假設這台升降機是為了運一架翼展特別寬，而且不能像直升機那樣把翅膀完全折疊起來的固定翼飛機呢？比如 F-35B。嗨，這時候你會發現，這就嚴絲合縫了。F-35B 雖然機翼不能折疊，但它的翼展只有10.7米，機長15.6米，是不是剛剛好？這台升降機簡直就是被 F-35B 量身定做的。如果說出雲級前部的升降機只是碰巧，那麼它後部的舷外升降機就完全是具備2戰後美式航母的典型特徵了。出雲級的舷外升降機完全掛了在船體後面，運作時根本不會影響甲板上的飛機起降。這哪裡是給直升機設計的？這分明就是為了高頻次出動戰機準備的。更有意思的是，由於這台升降機結構強度更大，因此它能舉起更重的東西，比如一架掛滿彈藥、自重接近30噸的戰鬥機。除了這些硬指標，出雲級內部還藏着一個不大不小的秘密，它是有一個擁有35張床位的綜合醫療中心，甚至還有專門的傳染病隔離區和牙科診室。可能會有人說這是為了救災，沒錯，救災確實用得上，但這種旗艦級別的醫療配置通常只會出現在一種軍艦上，那就是遠洋艦隊的核心指揮艦。這意味着從畫下第一張圖紙開始，日本海自給出雲級的定位就絕不是在家門口抓潛艇的保安，而是要帶着整個艦隊去遠洋搞事情的帶頭大哥。如果說2015年出雲號服役的時候，外界還只是在猜測，那麼到了2018年，隨着一紙改裝計劃的批准，日本終於不再遮遮掩掩了，他們攤牌了，因為他們等到了那個最關鍵的拼圖 F-35B。F-35B 這可是個好東西，它是世界上第一種，也是目前唯一一種具備隐身能力的垂直短距起降戰鬥機。它的出現直接抹平了輕型航母和重型航母之間最大的鸿沟，這個鸿溝就是彈射器。以前戰鬥機想要在沒有彈射器的航母上起飛，那就只能選鑰匙。那飛機的作戰半徑和載彈量實在是感人，基本只能用來防空。但這 F-35B 不一樣，它不僅能隱身，航電系統還是世界頂級的。哪怕是垂直起降，它的作戰半徑和載彈量也足以對周邊國家的艦艇和地面目標構成致命威脅。為了迎接这位貴客，日本對出雲級進行了2次堪稱整容級別的改裝。這一次，日本海自連偽裝都懶得做了。第一階段改裝重點解決的是燙屁股的問題。我們都知道 F-35B 在垂直降落的時候，尾喷口會噴出的高溫燃氣，溫度高達上千攝氏度。這要是直接噴在普通的鋼板甲板上，分分鐘能把甲板燒穿，甚至能把甲板下的電纜給烤化了。所以日本工程師在設計飛行甲板時，專門為出雲級鋪上了一層特殊的耐熱塗層，並且重新畫了飛行標誌線，而那條醒目的黃色中心線就是專門為 F-35B 量身設計的。但這還不夠， F-35B 雖然能垂直降落，但為了多帶點油和彈，它在起飛的時候通常還是採用短距滑跑的方式。這時候出雲級原本那個梯形的艦首就成了大麻煩。我們來看一下出雲級的外觀，原本出雲級的船頭是收窄的梯形，這種造型就會導致當氣流流過時，會在甲板邊緣產生複雜的渦流。這對於正在滑跑加速、準備一飛沖天的戰機來說，那就是看不見的絆腳石，搞不好就會造成升力不均，一頭栽進海裡的情況。於是，在第2階段的改裝中，日本海自幹了一件讓全世界都瞪大眼睛的事，他們竟然給出雲級的2號艦加賀號做了個削骨手術，直接把那個礙事的梯形艦首給切了，換成了一個寬大的矩形艦首。這一刀下去，加賀號的外形瞬間從一艘驅逐艦變成一艘標準的美國級2棲攻擊艦。這不僅理順了甲板氣流，還增加了寶貴的起飛跑道長度，讓 F-35B 可以帶着更多的炸彈去更遠的地方執行任務。2021年10月，一架隸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F-35B 緩緩降落在剛改裝完的出雲號上。隨着戰機尾噴口的轟鳴聲響起，那個所謂的直升機驅逐艦的謊言在這一刻徹底破產。日本政府雖然嘴上還在硬撐，說什麼出雲級不會全天候搭載戰機，只有在有事的時候才會用，但這套說辭連日本的小學生恐怕都不信了。這就好比一個人花重金把家裡裝修成了 KTV， 買了頂級的音響和麥克風，
然後跟你說我平時不唱歌，只有朋友來了才唱2句，你信他不是為了自己爽？故事講到這裡，我們不妨再聊聊出雲級的2號艦加賀號。熟悉2戰歷史的朋友聽到這個名字，心裡估計都會咯噔一下。當年的加賀號不僅是聯合艦隊的主力航母，還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急先鋒。當然，加賀號最後還是在中途島海戰中被美國海軍的 SBD 俯冲轟炸機送進了海底。不過誰也沒想到，日本竟然重建了加賀號，還專門為美國服務上了。在美軍看來，這可是塊絕佳的海上浮動基地。畢竟現在的出雲級不僅能起降日本的 F-35B， 還能為美國自己的 F-35B 提供油彈補給，甚至還能充當臨時的備降場。再加上出雲级的数据鏈系統，完全可以無縫接入美軍的作戰體系。在未來的亞太戰場上，出雲級完全可以作為美軍航母打擊群的第2梯隊，或者是反潜分隊的旗艦，幫美國分擔壓力。這對於日本來說是一步大棋。通過出雲級的航母化，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角色正在發生質的轉變。以前，出雲級是日本海自的反潛大隊長，主要任務就是掃雷、抓蘇聯的潛艇，幹的都是髒活累活。虽然號稱擁有世界頂級的反潛能力，但那更像是給人看家護院的保鏢。但現在有了 F-35B 的加持，出雲級已然具備了打擊能力。他手裡的盾已經悄悄換成了一把锋利的矛，從专守防衛走向了遠洋威慑。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訂購的42架 F-35B 在今年8月已經交付了3架，預計到2030年左右，出雲號和加賀號將形成完整的雙航母戰鬥群。這意味着在西太平洋上，除了美國，又多了一支不可忽視的航母力量。当然，我们也要客觀看待出雲級，畢竟底子薄，2.7萬噸的排水量限制了它的載機數量。正常情況下，出雲級只能搭載12到14架 F-35B， 和那種動輒7、80架飛機的超級航母沒法比。而且它沒有預警機，只能靠直升機或者岸基飛機提供預警。在遠洋作戰中，這雙眼睛還是有點近視。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為日本突破戰後體制的一把尖刀。它證明了，哪怕有憲法的限制，哪怕有國際社會的盯防，只要有足夠的耐心，用切香腸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往前拱，原本的紅線也是可以被踩在腳下的。從直升機驅逐艦到多用途母艦，日本在文字遊戲上的造詣確實是讓人嘆為觀止。只是不知道，當某一天出雲級上的 F-35B 真的掛着實彈飛向別國領空的時候，那些曾經相信日本絕不擁有航母承諾的人，臉上會是什麼表情？這裡是火力軍，關於出雲級的故事，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大家覺得未來的日本海自還會造出比出雲級更大的驅逐艦嗎？那個傳說中的大和有沒有可能也復活？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內容，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